迎来到海 day， 我是台湾妞，我是席娜，我们又合体了。我今天又穿了健身教练的 T 恤，今天怎么没有苏诗诗的头？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社会事件，因为最近梅雨季节嘛，韩国真的是一直每天都在下雨。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，也是关于下雨跟梅雨季节有关的社会事件。1984年的首尔大洪水。韩国的梅雨季节基本上是7、8、9月这3个月份比较常发生。这个事件呢，发生的时间是9月1号这一天早上的9点多，因为前一天晚上已经下了一整晚的雨，就有学生咚咚咚跑到他们的学校大韩柔道学校，现在是称为龙仁大学，发现学校1楼是整个大淹水的状况。当天早上6点，首尔就已经发布了暴雨警报，每小时降雨量来到了40 mm， 那个时间是1984嘛，最近韩国降雨量每小时是70，所以其实韩国最近的暴雨也是蛮可怕的，而且那个时代跟现在的对啊不太一样。通常来到40的时候，已经是看不到前方的状况了。那另外一个时间呢，是下午2点的时候，有一个医生，国立医疗院外科的住院医生张氏，早上工作完了，他准备下午要回家。医院呢是在乙支路这边，他的家是住在现在的江东区，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车程大概40分钟左右。他家也是在刚刚提到那个柔道学校附近，他就开车要回家。因为前一晚下大雨的状况，所以其实整条路是非常的塞，整个首尔市交通非常的瘫痪。他到家的时候呢，家里面也是一片汪洋，已经淹到1楼了。住院医生呢，他就赶快跑回家，他家当时是住在1楼，把家里的家当啊，找家人在哪里啊，把家当全部都清好，要跑到楼上去。1楼已经淹到大概脚踝的附近了。接下来要提到呢，当时首尔有一个非常大的水坝，它叫做朝阳江水坝，当时是世界第5大的水坝，也是东亚最大的堆石坝，就是用沙子跟石头堆成的水坝，跟混凝土比较不太一样。朝阳江水坝呢，它是在1973年盖好的，营运的时候大概是11年左右，只有开了2次水闸泄洪，当天呢已经要满位的状况了。朝阳江水坝呢，它高是203公尺，最高容水量呢是198公尺，水量大概是29亿吨，大概就是600个首尔巨蛋的容量就对了。哇！对比一下，台湾的石门水库的水容量是高133.1，这个朝阳江水坝呢，它平常最高可以容量的水位大概是193.5公尺，梅雨季节以为会更高，但其实是更低耶。梅雨季节之前，这个水位会提早清空，平均来它的那个水位是190.3。这一天的下午3点左右呢，朝阳江的水坝已经达到了188.52公尺，就是其实已经剩一点点的距离了。负责单位就赶快打给汉江的管理所说，我们现在目前水位太高了，要泄洪，水闸要打开。汉江的人就说不行，如果你现在打开水闸的话，首尔会整个大淹水，会瘫痪，因为已经在淹了，已经淹到脚踝了。水坝这边的管理人说，一直下雨，水坝撑不了多久。汉江这边人当然说，请再等一下，因为很怕首尔会大淹水。然后水坝这边的管理员就说，好吧，那不然我们现在先开发电机，让那个水位可以慢慢很慢的先排出一点点水。开了水力发电的时候，大概有200吨的水有慢慢的先被移出了。不会早点开哦？要协调才能开啊，水位要出去的话，汉江就直接连就会淹水啊。那他如果早一点，就不要到188的时候才开始，可能他们也没有料想到雨势会突然的这么大。时间来到了隔天的凌晨1点左右，水坝水位已经来到了193.89公尺，最高水量是198嘛，5公尺这样子的距离。如果超过最高水量，你觉得会怎么样呢？淹出来，就淹出来而已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，整个水坝会崩坏。非常的可怕，崩坏是这个水坝整个瘫痪，不能再用了。他们才会很紧张，不是只有首尔淹水而已。提一下朝阳江水坝的历史好了，它是在1967年开始建造的，朴正熙总统的3大建设之一。但是呢，因为当时韩国还没有建造水坝的技术，所以他们的技术是接受日本的专门的技术指导，而且呢，还有接受日本的支援金780亿日币去做这个水坝。当时呢，这个日本的专门的学者是说，他们希望这个水坝用混凝土建造。混凝土的话就是水泥跟钢筋嘛，当时韩国都没有这2个东西，所以都要用进口，可想而知那个成本就会非常的高。现代集团的郑周永会长，他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建议，那我们不要用混凝土，我们改成用沙砾建造怎么样？就是刚刚一开始有提到的附近周边的石头啊、沙子，也就是利用天然材料去做这个水坝就对了，成本一定会降低很多嘛。所以当时政府就采用了这个想法，通常是会做成一个梯形的状况，因为
为它材料是比较普通、比较便宜的材料，因为天然石材嘛，都是比较不透水性的材料，它的物料会比较松散，因为就是用石头这样子对嘛。所以土石坝跟混凝坝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混凝土它是瞬间崩坏，但是呢砂石坝它是用土跟沙嘛，所以水是慢慢渗进去，所以慢慢的流失，崩坏速度会比较慢一点。但是如果它崩坏的话，土跟沙就会一并的流走，变土石流。我不是专门学家，所以我讲的会比较粗浅一点，请大家见谅。两边的人马嘛，一边要救水坝，然后一边要保护首尔首都圈的安全。因为雨一之下，水位就渐渐来到194，194已经是非常低的状况了。汉江的管理署就跟水坝这边达成协议，他先批准说700吨的水量可以先移除。朝阳江水坝它总共有5个水闸，首先呢开了第3个水闸，先开了1个，接着再继续开第2号跟4号，就是慢慢把水闸打开，让水位移出。最终排出了3600吨的水，总共耗费了16个小时。当天晚上就开始移出水量嘛，首尔这边的淹水就越来越高。刚刚有提到住院医生张医生，他早上起床的时候已经发现外面整个淹到1楼满了，真的是汪洋一片。对，刚好呢他家里有泳衣啊，然后有充气的游艇，带着家人跑出去看看左右邻居有没有需要帮忙的。这边有一些资料画面给大家看，是当时首尔其实还蛮多热心的民众，大家就是互相帮忙，然后把困在建筑物里面的人救出来。水坝开始排水了嘛，它的水位是什么状况呢？凌晨2点的时候，它的水位是194.3，早上7点呢196.21。为什么会变高呢？不是开始水已经泄出了吗？雨下更大，不是下雨，是前一天的暴雨，山上累积的雨量一直持续的进那个水坝，泄水闸之后，可是水还是一直升高，大家就非常紧张，说我们不是说开水门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开的不够。最终呢，就全速大量让排出，就没办法，因为要救水坝，全速打开水闸之后呢，当时的水位已经来到了197.79。下午6点呢，终于降下来了197.78。下午过了1个小时，下午7点是197.77。但是呢，也因为大量的水开始泄洪之后呢，它下面是发电所整个进水，所以当时水坝的员工他们就开始进去要救发电机，徒手要把水清出去，蛮辛苦的状况，最后有救回这个发电所。好厉害哦！最终呢，在9月4号下午2点，总共花了4天才把所有的水位都排出去，所有的水门就关闭了，整个首尔就一直淹。后来那个雨势就停了，所以大家就开始整理家园。大家就会疑惑，为什么雨停了，但是水还是对，水还一直进来。首尔大淹水的状况呢，北韩有透过红十字会有送来了米跟衣服等等的物资，当时真的是还蛮大的一个新闻。而且那个年代南北韩关系没有那么不好，因为这个事件啊，南北分裂之后，第一次促成了双方离散家庭的那个见面。为什么会讲这个事件呢？后来因为这个事件呢，水坝就有另外在做了辅助的一些水门，最高水位排不出去的话，旁边会有一个小水门再可以把它排出去。后来隔年呢，韩国就建造了第2大规模大的水闸，叫做中州水坝，就是为了预防大的雨量。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首尔大洪水，因为最近听说台湾也在淹水，因为台湾雨势也是蛮厉害的，台湾这边台风，然后也是有淹水的状况。之前那个首尔因为梅雨季淹水的，我也有做过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。如果你真的对淹水方面的话题有兴趣，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是社会事件。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话，记得订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在小铃铛。我是台湾妞，我是喜娜，下次见，拜拜拜。